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今天凌晨5点，比特币出现了一个上涨动作。那这波上涨动作呢，我们看到比特币站上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就是19500美金。19500美金为什么如此关键呢？我们看到啊，在日线级别上，从22年6月到11月份的行情当中，19500美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位。那么我们也看见了144均线和169均线啊，在这个位置上重叠的形成了共同压力。因此呢，在这轮反弹过程当中，我们一直担心的就是19500美金这条牛熊分割线能否发动突破。那么就在早上凌晨5点到8点的这波行情当中，比特币对这一条压力准确的说是这3条压力发动了快速的上行突破，那么行情就从空头转向为多头，并且出现了一个压力位转支撑位的现象。那么目前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了比特币的行情当中走出了一轮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这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起点位置，我们认为是11月11日这根阳线叫悟空阳线。我们知道悟空阳线呢是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之后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就是这根阳线很特别。这根阳线呢突破了行情的压力。那么1月11日的这根阳线突破了哪个压力呢？突破了9月份连接过来的9月份波峰连线连接过来的一个压力，所以呢它叫标志性的悟空阳线。有了悟空阳线之后，走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最终呢完美的形成了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我们看到了这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是标志性的。什么是标志性的？因为中间没有任何干扰性 K 线我们 K 线西游战法中管它叫妖怪 K 线，没有任何干扰性 K 线的情况下，做出了一系列的拉升动作。那我在昨天行情分析当中标题就给出来了。那这种上涨呢叫轧空式上涨轧空式上涨就是所有的空头被爆仓之后被迫平仓买入做多，那多头得到强烈的发展之后，它形成了日线级别上涨西游，我们叫轧空。那么轧空行情目前已经出现。然后呢，我们在这里回顾一下美股的行情。因为美股市场占整个金融市场的80%以上所以美股的一切动作呢都会影响比特币那么这轮道指的反弹起点是在1月6日这根阳线上。为什么说这里是一个起点呢？因为在前面行情当中高点出现之后日线级别上出现了一轮下跌过程当中，12月15日这根是一个标志性的阴线，标志性阴线走出来之后，我们管它叫悟空阴线。悟空阴线完毕之后走八节阴线，八节阴线后面所有的 K 线呢，这一轮的 K 线都是干扰性的 K 线，也叫妖怪 K 线。那妖怪 K 线干扰了我们对下跌方向的一个预期。那么有了这个八节阴线之后和妖怪 K 线之后，行情可能就会走一个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但是1月6日的这根阳线，我们看到这根阳线将八节阴线完全斩杀掉，那么它就是一个标志性的悟空阳线。行情当中有标志性的悟空阳线之后，后面的行情可能就会有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那么行情道指走到这里面，我们看到了悟空阳线组走出来了3根 K 线合并成悟空阳线组，然后是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呢是周五和周四这2根阳线。为什么2根阳线还叫同一个人物同一个沙僧阳线呢？因为这2根阳线呢关联性非常强，实体部分切合的特别多所以呢我们管它叫沙僧阳线。那么走到这里面，我们看到悟空阳线组、八节阳线、沙僧阳线组，上面还可能会出现唐僧阳线最终呢它走出一个新高让这个道指行情彻底出现一个反转。所以呢，1月6号之后，我对比特币的行情和道指的行情一直是处于一个看多头趋势的
啊，然后在这个上涨过程当中啊，首先1月6日的这根阳线，它是上涨的原因是大非农数据啊远远小于小非农的上涨然后中间还有一个插针啊，也就是周4的这个是 CPI 数据的公布啊 ，CPI 数据也非常好啊 ，CPI 数据是等同于预期的，所以呢，最终走出了这一轮日线级别的上涨。啊，同时对比特币起到了非常强烈的带动作用。那么看到这里之后，我们已经发现了比特币走出了一轮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到达了21000点，对19500点这个筹码密集区进行了突破，对144均线、169均线进行了突破。那么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目前已经结束。那么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啊，我们怎样进场呢？首先我们是认为行情已经站到了多头趋势上，那么19000美金啊，19500美金这个之前的压力位啊已经变成支撑位啊，那么在这个支撑位附近啊是可以建立多头的。然后呢，我们要认清啊，就是 K 线西游战法当中有一个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理论。那么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我们要把时间级别啊跨一个时间级别啊，怎么跨呢？日线切换到4小时，4小时切到小时线。那么我们现在看小时线，小时线级别我们要耐心等待一个什么过程呢？要耐心等待一个小时线级别的下跌西游。啊，就是等待行情调整完毕之后啊，再进行进场。那么目前啊，这个支撑位已经在19500了，这个是非常确定的啊。如果小日线级别上能够走出一个标志性的阴线啊，我们看啊，是小日线级别上走标志性的阴线，走悟空阴线、八节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最终呢，它接近19500美金的时候啊，你是可以建立多头的，因为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日线级别和小日线级别的时间级别切换之外啊，我们还要往大的时间周期去切换啊，因为这轮行情我们可能看到美股继续向上，那么如果在美股继续向上的情况下，比特币站上19500美金之后，它有可能把这个上涨的时间级别放大。我们看到了，目前在周线级别上，本周出现了一个什么呢？非常明显的阳线。那这根周线级别的阳线呢，就叫悟空阳线。那周线级别上走出悟空阳线之后，在周线级别上就可能走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啊，最终呢到达3万美金附近。为什么到达这里呢？我们看啊，周线级别上这个位置啊是有压力的啊，这条压力线呢是144均线和169均线形成的。那么目前啊，比特币在完成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我们就可以把时间级别向大了切换之后，找到我们的目标位，同时向小的时间级别切换之后，找到我们的进场位置啊。通过不断的切换时间级别啊，科学的切换时间级别，你就能在这个二维的啊，为什么是二维的？因为 X 轴是时间 ，Y 轴是价格，这是一个笛卡尔坐标系啊。那么我们再加入一个时间级别，就相当于在这个 X 轴和 Y 轴上啊，在我们电脑屏幕上啊，增加了一个 Z 轴。这样呢，我们用三维的思维啊，去理解二维的世界、二维的价格体系啊，你会对这个K 线啊，会对这个 K 线在维度上啊进行碾压啊，提高你的维度，然后对整个 K 线系统进行降维打击，更容易找到合理的布局位置和趋势。那以太坊在这轮行情当中，我们看到它的反弹过程啊是强于比特币的啊，它的强势呢是强在了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上。然后我们看啊，以太坊对 USDT 的这个交易对，目前的价格已经站上了各种压力线啊。首先是4877高点波谷连线啊构成的1350美金这个压力，然后在这个压力附近呢，我们会看到144均线和169均线啊，目前完全突破了
啊，对这个所有的压力基本上是完全突破了。那上方的压力呢，就在2000美金附近了。啊，就在2000美金附近了。同时呢，我们看到这里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上涨气流啊，分别是悟空阳线啊、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日线级别上涨气流之后啊，又进行了进一步的上涨啊。我们看这轮上涨过程当中，将前面行情当中的一个悟空阴线杀死了，一个八戒阴线杀死了啊。目前出现了一个多头反转的趋势啊，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反转趋势。对这个趋势线、压力线啊突破之后，将前面行情当中啊悟空阴线杀死了，八戒阴线也杀死了啊，所以呢，目前是一个多头趋势。那在多头趋势当中，对于以太坊来说，我们上方目标点位大概是在2000美金，筹码密集区。那怎么样进场呢？我们和比特币一样啊，还是要把这个时间级别调整到小日线级别。啊，今天突然出现小年儿的高点之后，我们耐心等待它做一个什么呢？小日线级别的调整。如果小日线级别调整呢，能够接近1450美金，啊，能够接近1450美金之后啊，再开始布局啊，再开始布局你的多单啊，因为这一轮反弹，我认为会有一定的持续。我们看到啊，以太坊的反弹时间级别目前是大于比特币的。为什么说它是大于比特币呢？原因就是啊，它目前已经走出了第二轮，正在走第二轮的日线级别上涨，而比特币只走出了一轮日线级别的上涨啊，并且呢，以太坊已经突破了各种压力线，上方空间明显打开啊。在这种情况下呢，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啊出现了一个强势的特征。同时呢，我们认为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的目标点位呢是0.0085啊，所以呢，以太坊的涨速可能会快于比特币啊，可能会快于比特币。那么我们看到啊，这个4小时级别上和日线级别上啊，它对均线系统突破之后啊，那么目前1400美金构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位啊，所以呢，在支撑位附近啊，如果是做小日线级别调整，调整到支撑位附近啊，是一个比较好的进场的点位。那我和会员群的朋友啊，大概是在10美金附近进场的 SOL 啊，那么目前 SOL 已经在完成日线级别上涨吸收之后啊，开启了第二轮的日线级别上涨。我们可以用 K 线吸收战法划分一下啊，这里是悟空阳线、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那么昨天到今天又走出了一个新的悟空阳线、八戒阳线。那么第二轮的日线级别上涨正在进行啊，正在进行这个。那么对于 SOL 来说，我依然认为它是落后于以太坊和比特币的，因为是刚才我们看到了以太坊已经突破了140均线和169均线，但是 SOL 代币虽然出现了如此大幅的上涨之后啊，但是它对这个均线系统没有突破啊。我们知道啊，如果出现牛市的话，大多数的无论是主流还是山寨啊，非常容易出现一种类似的结构。啊，那么行情走到这里没有发生突破啊，后面的行情我认为它会跟上以太坊的节奏，跟上比特币的节奏，完成一个这个对均线系统144均线和169均线的一个突破啊。那么我们这轮行情是如何抓到 SOL 的呢？啊，非常简单，我们是从15分钟级别开始抓的啊，因为一颗种子如果想长成参天大树，它必然是需要一些条件的。那除了阳光、雨露、肥料和水之外啊，更重要的一点是啊，它要有这个上涨的动向。那么对于一颗种子来说啊，它想要上涨的动作啊，出现一个发芽的动作啊，它必要的条件啊是要春天来了。那么SOL 这个代币从哪个位置我们看到是春天来了，出现一个上涨动作呢？啊，就是大概是在1月5日左右。啊，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15分钟级别啊，因为我们看一个趋势呢，往往是从15分钟级别开始看的。15分钟级别上出现了一个突破性动作啊，同时呢，在这个位置上威神开始喊单啊，威神说看好 SOL 的这个公链啊，那么消息面啊，加上盘面动作啊，加上我们看到了这个15分钟级别的突破啊，我就选择做一个进场动作。做出这个决定之后啊，要把时间级别切换
啊。从8美金这里面我们看到15分钟级别140均线啊，50均线和10均线突破140均线和169均线之后，把时间级别切换到小时线级别啊，然后看它的一个目标点位，然后把时间级别切换到4小时级别啊，看到它的一个下一个压力位和我们的目标，然后把时间级别切换到日线级别啊，就看到了我们给出的一个目标位大概是在25美金。啊，然后当天给那个会员群朋友目标位是20美金啊，因为给的太多，他不容易拿住啊。那么现在啊，我们看到上方的最重要的阻力位是26美金，那这个位置会不会突破呢？我认为是会突破的啊。刚才讲了一大堆啊，就是对于 SOL 这个代币，未来会跟上比特币和以太坊的趋势。那什么是趋势呢？就是对重要压力线的一个突破啊，会跟上这个趋势啊，最终大多数的主流币和山寨币都会走一个非常类似的结构啊。那么还有一个啊，对于行情当中，我们知道哪一个代币啊它是领涨的呢？那一定是 Gala 啊。Gala 代币啊，它的最大跌幅我们看啊，应该是超过98%了啊，超过了98%。那在反弹行情当中，一马当先啊，站上了144均线和169均线。K 线站上这个位置，然后我们看到啊，目前对日线级别上啊，50均线和10均线也是在上穿啊这个144均线和169均线啊，因此呢，它是一个多头非常明显的标志。对于 Gala 我没有去抢它的一个直接拉升，因为我要看一下它能否站上0.038这个169均线啊，在0.038之后呢，我们选择了一个进场。那么目前它在这个 K 线休战法的这个角度啊，就是落后于 SOL， 也落后于以太坊和比特币。虽然它有了如此大的涨幅，我们看啊，最大涨幅应该是超过3倍了吧？我们测量一下。啊，最大涨幅是2.5倍。虽然目前有了如此大的涨幅，但是它从 K 线休战法这个角度来看，仅仅走在了一个杀伤阳线的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啊，1月6日的这一天啊，Gala走出了悟空阳线，然后是8阶阳线。那么目前走在了一个非常纠结震荡的杀伤阳线。啊，那么杀伤阳线呢，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啊，所以呢，这里出现了更多的震荡啊。但是未来呢，我认为啊，它会走出一个唐僧阳线，日线级别的唐僧阳线啊，我们给出的目标位是在0.08啊，是在0.08，形成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然后我们把时间级别切换到周线啊，周线上啊，对于周线来说啊，它是上涨趋势是强于 SOL 的。啊，Gala 代币的周线级别的上涨趋势是强于 SOL 的啊，各个时间不一样啊，就像我们人似的，每个人长得都不一样，有男有女，对吧？然后我们把这个周线级别看一下，周线级别它是有可能走出周线级别的上涨西游的，因为我们看到啊，行情当中很多这种对称性涨跌的现象，那么对于 Gala 来说啊，它走出了几乎4波的周线级别的下跌。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周线级别下跌西游，然后跌破这个平台之后，第2波周线级别下跌西游，第3波周线级别下跌西游，第4波的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啊，几乎4轮次的周线级别的下跌幅度达到了98%，巨大下跌之后啊，非常有可能因为某些利好走出浪子回头，走出快速的反弹，大幅度反弹。因此啊，对于 SOL 这个 Gala 代币来说啊，这里面有悟空阳线了。悟空阳线啊，我们看到这个均线，周线级别的均线50均线也上穿了10均线了。有悟空阳线了之后，走8阶阳线，那么就有可能走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啊，最终呢完成一个趋势上的反转啊。那么我们一般都喜欢做这种啊暴跌之后浪子回头的币种啊，因为它的空间非常大啊，包括了我们最近非常关注的 FTT 啊 ，FTX 交易所的 FTT 啊，今天也涨得非常好啊，还有这个 Luna C、LUNC 啊，都涨得非常好啊，因为这些
暴跌之后归零的币种在有一些利好之后啊，无论是消息面的利好，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 FTT 交易所啊，重新可以交易啊，重新可以开通啊，和各种合作呀，或者被币安收购啊，或者它被起诉之后，这个有了一些给人希望的结果之后啊，这些利好都会推动啊 FTT 也好，Luna C 也好，做出浪子回头般的上涨啊。所以呢，我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就让大家布局一些这些可能发生浪子回头的币种啊，因为这些币种往往蕴含很多机会啊，当然你也要控制一些仓位啊，把更多的仓位放在主流币上啊，小一些的仓位呢放在这个 Luna C 啊、FTT 这种浪子回头币上。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啊。那在这里面同时祝大家新年快乐啊，给大家拜个早年啊，因为今天是北方小年儿，那明天是南方小年儿啊。那么新年快乐的同时，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个一键三连啊，感谢大家，再见。